张涛，周浩今天又不来上课。老师，周浩说这门课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，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，而他更喜欢钻研未知的知识领域。下课带我去找他。老师，你也别怪周浩，他就这样。周浩，这是 A 国权威期刊的最新研究，我想你会感兴趣。好的，老师。因材施教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老师，我感觉这个数据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这个前面居然有15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周浩，这个是权威期刊。我知道张涛，但就是有种感觉。我们去找一下郑教授吧。这是很权威的期刊，数据是不会错的。是，数据都是很严谨。没事，我回去算一下就好。我是真不推荐你算就好。这个计算量大的连期末结束都不一定算了。我看能不能帮你借一下超级计算机吧。好，老师。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我先算算看吧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当然要啊。不过这次我也不知道会算到什么时候。那要不我请个外援？什么外援？就是我高中全校第一学生。学生大神，他说来就能来啊。我试试呗。喂，学生，能不能请你帮我？当然可以啊，张涛。张涛，好久不见，叫我帮什么忙呀？好久不见，学生。其实也没啥，就是帮我室友算个数据。这确实有问题啊。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呀？这是直觉吧？这计算量有点大呀，感觉今天回不去了。那没事，我们有张空床，算完我们来一局吗？可以啊，咱们老师在帮我们借计算机了，要不要等借到了再开始算？那倒不用，不过我们几个应该费劲。我觉得应该再叫一个外援。懂了。什么事张涛？我这里了。两位大神，能跟你们一起做研究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这些话都是张涛教你的吧？建议你少说多做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算吧。张涛，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外卖啊？没办法，寝室有5张嘴要吃饭。好家伙，那一个寝室都不来上课。张涛，我先回学校洗澡了。好，张涛，没什么事，我也先走了，下次再叫我啊。下次请你们俩吃饭啊，两位慢走。喂，张涛，周浩电话打不通，超级计算机帮你们借到，你们随时可以利用。也不用了，郑老师。怎么了呢？要不您来寝室看看？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这期刊真是错了。周浩怎么就能一眼看出数据有问题呢？直觉，这都是周浩一个人算的？不是，是5个人。用的什么呢？用的这个。几位学长，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呀？什么忙呀？就是我们校文艺部想要办一场文艺汇演，需要资金2万。我们没这么多钱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，就这2万啊，需要外联部去外面拉赞助，我就是外联了。我们累死累活也就拉来2000赞助。然后呢，就这项任务实在太耗费精力了，我们外联部好多人上学期都挂科了，所以能不能请你们俩？都已经影响到学习了。对，正往汇报呢，跟我走。谢谢学长。学生会主席在哪里啊？我先跟他聊聊。他应该现在在教室。他是什么专业的呀？他学心理的。心理？完了，怎么了？主席啊，我们专业学长想跟你聊聊。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同学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我们应该直接取消外联部，毕竟学生一切以学业为重嘛。这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平衡好学习跟工作的关系，问题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。外联部在学生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，能说取消就取消吗？另外你是周浩吧？上学期你参与我们专业期末出卷，我们班很多人都挂科，也包括我。那只能说你没好好学。周浩学长，你没有把问题考虑全面，我们再回去商量商量，走吧。学长，说话不能这么直接的呀。我大学唯一一次挂科就是你搞的。喂，通知一下，今晚6点，召集外联部所有成员开会。学长，其实我是想让你们帮忙拉赞助。哦，那你早说呀。那这赞助咋拉呀？高新区还是一家校友企业，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那走呗。黄经理，你好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都说了我们企业不赞助，不用来了。黄经理。哟，周浩小兄弟。黄经理。哟，张涛也来了，来坐坐坐。距离我们上次吃饭已经快1个月了吧？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聚聚。黄经理，你不用开口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张涛啊，我们企业不是做慈善的，主要是你们学生会能为我提供的价值实在太少了，我也不能每次都无偿赞助啊。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那我把专利的使用权给你也不行吗？
那也不是不行，你开个价吧。今天上午文艺部部长跟我说，他们今年策划这场文艺汇演非常隆重，规模是5年来最大的，所以预算也要随之提高了。罗部长，你们外联部这次的任务很重，赞助不是2万，而是3万。我们真的，你们只有2个月时间了，抓紧。同学，不管是2万还是3万，真的可以解散。解散？怎么解散？那赞助怎么办？文艺汇演不办了。什么情况呀？部长，周好学长拉来赞助了30万。多少？30万。够吗？至少10年外联部都不用拉赞助了吧？那还需要外联部吗？各位，我实验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我陪你去实验室看看问题是在哪。我帮你看看实验数据吧。不是实验上的困难，是实验耗材用完了。生化镓非常贵，5000一公斤呢。张涛，贵是我们的问题，但不是郑老师的问题。好，我现在就采购啊。那个，先采购1吨吧。你看，这不就解决了？正好你要的东西，郑老师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正好，生化镓100万还采购不到，缺货，得等2个月。缺货啊？要等2个月？但我帮你联系了化工学院，他们还要生化镓，你去借一点，到时候我去还啊。你去问看。生化镓可以啊，等我实验做完，剩下都可以给你们。那实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那说不好，可能2个月。哎，我有个好办法可以加速这个实验。什么办法？叫我扯犊子呢你们懂化学吗？你之前不是说要做好几个月嘛？这么快做完啦？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的催化剂。哦。哇，你怎么说呀？可以借我们没有啊？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。什么？周浩帮忙做的实验数据非常完美。那坏消息呢？生化镓也刚刚用完了。我再帮你问问郑老师吧。找郑老师还有用吗？难道还有其他学院可以借啊？不知道呀。2位，我们学校可能是借不到了，但我们不能向其他大学借吗？别的大学，别的学校，就怕他们自己也要用啊。但我认识其他一个学校的教授，他似乎跟一个生产生化镓的老板很熟，我帮你问一下。老郑，什么情况？抱歉，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生产生化镓的公司？认识，有一家公司的专利是我的，用的是你的专利是吧？那也不是你一句话，不是我的，是我的学生的，就是我跟你经常说那个。哦，那个江凡是吧？江凡，那你帮我问问这个学生，好不好？那不用问了，江凡我认识，你认识？你拼车拼到过他还是什么？他是我高中同桌啊。张涛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同桌，你学的什么专业啊？我学物理，你呢？哎，我学的也是物理啊。张涛，看来你终于认可我高中时候说的话了。我就说物理真是一门令人神清气爽的科目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你先帮我买点生化镓吧。6。小凡哥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我送给你都行啊。但是这2个月产能已经被预定了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好的，那我明年就会把我的专利卖给你的竞争对手，到时候他的产能比你高，价格还比你便宜。我们学校不会再采购你们的产品，我也认识很多高校教授，我会告诉他们哪家更好。明天送到你们学校。好的，看到以后有什么忙尽管叫我。谢谢。张涛，听说有家公司周浩、理想都没看上，就看中了你啊！我也不知道为啥，什么时候的事呀？就前几天郑老师叫我们3人吃饭，郑老师又叫我们去吃晚饭，估计又是带我们见大佬。去呗，不吃白不吃啊！小黄啊，最近公司怎么样？稳步上升，郑老师。郑老师，小黄啊，这是周浩，你别看他小年纪，顶刊已经发了好几篇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开发一款电机，本来遇到一个难题，他一来，啪！解决了，以后必定大有可为啊！郑老师，这是理想，大2就修完了所有学分，绩点我们院第1，奖学金少说也拿了50万，太优秀了。郑老师，哎，这是张涛啊，是我的一名研究生。这是我们的优秀校友黄经理啊。哎呀，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做不出成绩，所以才放弃了科研这条路。今后我派这里学历最低的人。黄经理说笑了，我们都才本科哎。那黄经理的学历是？我是博士。博士已经是我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，但你们作为郑老师的学生，远远不止。这话你看，人家博士都是求着读，所以你硕博连读的事情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好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回实验室了，郑老师。
好，我给你们叫车。哎，郑老，我给你们都安排好接送车辆，到了给我发消息啊，郑老。哎，郑老师，为什么黄经理对你这么毕恭毕敬啊？对啊，他好卑微啊，郑老师，因为他们公司用的90%的专利都是我的，我把着他们的命脉啊，付我钱还得拍我马屁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张涛，哎，张涛呢？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算了，自己打辆车吧。张涛，坐我车呀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哦，张涛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以后学习生活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打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。好。我有一家公司从事，郑老师说过，张涛，那你毕业后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呢？我公司规模也不小，而且正属于上升期。你来我公司，我给你保底年薪38万，再加8万股权，怎么样？这么突然吗？不着急，你考虑一下，随时打我电话。好，那我走了啊，记得扣我啊。黄总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显然理想跟周浩比张涛要厉害得多呀，您怎么就相中了张涛呢？我们公司是世界500强吗？不是。那我们是全国500强吗？也不是。那你怎么会觉得理想周浩看得上咱们公司啊？也是。能找到张涛就已经很不错了，郑老师的研究生不会差。理想周浩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公司是容不下的。谁骂我啊 ？shit！ 哎，张涛，我上次怎么看到周浩给别人递情书啊？情书？哪个女生啊？好像是那个姓姚的。你怎么会认为那个是情书啊？那个是周浩给人家。好，下课。张涛，你说我这门课的书本会到哪里去啊？上次上完课又找不到了，会不会是落在实验室了呀？我一会儿去看看吧。你的书在旁边同学的书包里，夹在英语跟高数之间。上次下课的时候，你把书给了这位同学，他随手塞进了书包里。我一会儿不回寝室，我书你先帮我拿一下。行。哦，还真在我这儿。哎，同学，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是材料科学的，老师建议我来听郑老师的课，我来旁听了好几次。哦，那你这门课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不需要谢谢，我学过的知识不会忘。这么厉害，不会忘。那这本书203页讲的什么？定义模型跟临界态。那你说要背，我也能背下来。老师在14号站台讲台左侧讲的这个知识点，那瞬间双弯电线杆上停着4只麻雀，教室里有位同学咳嗽了2声。好厉害啊，同学！但你不会忘不代表你理解了呀，不理解的也可以问我。不用，问老师才是最高效的。这么拽。郑老师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哎呀，我现在有点事啊，你可以去问黄衣服那小子周浩，问他也一样啊。随时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姚一吗？你说刚才那个女生？对啊，她是材料科学的年级第一，听说1学期的课程，她用1个月就能学完。那她来咱们物理系干嘛呀？好像是研究这个以背同氧遇到了些困难，需要深入学习一下我们物理的知识。异背同氧，哎，别说了，先吃饭去。哎，同学，周浩今天没来上课吗？他们寝室经常不来上课，去干嘛了我也不知道。我这样讲，好吧，我明白，懂了。你很适合学物理啊，姚一，考不考虑转专业？转专业？你这脑瓜子不来研究理论物理，很可惜。相比理论，我还是更喜欢应用科学。好吧，否则你就可以跟周浩一组。我跟你说，周浩这小子天赋可高了。我老师叫我去趟办公室，走吧。周浩这孩子真是天才啊！而且他现在大3，才18岁，太厉害。老师，你们怎么会认识周浩呀？你去听物理课的时候，周浩跑来听咱们材料科学的课。老师，那您叫我来是什么事？哦，对，就想要你以后啊，在学科上可以跟周浩多交流交流，说不定对你的研究有帮助。老师，你有周浩联系方式吗？有啊。哇，你去我们专业干什么？证明你比我聪明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想帮帮你。那情书？你不是在以背同氧的制备上遇到困难，我帮你解决了，你自己再去试试的。谢谢你上次帮我找书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老师啊，否则他又要喊我转去你们专业了。shit！ 哎，张涛，你怎么3天没来上课啊？我被医学院研究了3天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想回忆。别问张涛这件事，这大概是他最社死的时刻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浑身发痒？你是不是过敏了，张涛？啊，我能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我们学院不是换了新椅子吗？你该不会是对新椅子过敏了吧？有可能啊，走去研究一下。痒吗？没反应啊，看来不是椅子导致的呀。是哎，
哎，周浩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刚刚拆的时候发现这些椅子设计有问题，我优化了设计，可以把螺丝从24颗减少到18颗，用料更省，但结构更坚固。我向学校反馈一下。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我？哎，张涛，你们最近有人过敏吗？我过敏了。现在全校好多师生都过敏了。全校师生？对啊，各个专业都有。医学院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情。那医学院怎么说？他们初步断定是某种花粉过敏。花粉过敏？那为什么就今年过敏啊？去年、前年这个时候也开花呀？哪种花偏移了？我想想也不合理啊，每年都开花，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但是今年开花了？好有道理啊。那有没有这种花呀？哎，我认识管理校园绿化这一块的王大叔，那学校有什么绿植他应该都清楚，找他去。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有八角竹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居然真开花了，10几年都不见它开花了，今年居然开了。王老师，学校里大概有多少八角竹啊？少说也有100多株啊，那大概就是它导致大家过敏，我都开始痒了。那我们叫医学院的同学来看看呗，采几朵样本我们回去检测。哎，怎么这么痒啊？哎，张涛，你不痒吗？哎，是哎，我不痒哎，就你不过敏啊？是哎，就我对它不过敏啊。带回去研究一下。什么？张涛就这样被研究了3天啊？是的，研究出来什么？张涛确实不对这种花粉过敏，而且张涛自始至终都没有过敏过。那张涛一开始浑身发痒是因为什么？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是，张涛3天没洗澡，太脏了。好丢人啊！写的。哎，张涛，这能勉强算我人生出版的第1本书吧？算吗？学长，你都出书了，这书名叫什么？我买来看一下。你不用买，就是因为明年那本教材学校会发的。不是，你出的是教材。学弟，你别误会，这不能算是周浩写的，它只是修改了其中一部分。说到这个 Parallel Universe， 老师不对，书里不是这么讲的。你看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？主编叫李鹏，那你不是郑老师呀？李鹏是我的学生啊，这份教材确实写错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不会编教材就不要编。小李啊，教材的理论已经不是主流了。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文吗？你怎么不把我最新的理论补上？老师，您论文是去年发表的，这本教材我是2年前出版的，那不能改吗？也就改那小小的一部分。老师，虽然改的部分不多，但改了教材就都得重印了，我负担不起这个费用。钱的问题你放心，我来承担。但无论如何要让我的学生了解最新的理论啊。出版教材流程很复杂的，我最近在忙一个课题。哎，好吧，我也没时间。老师啊，要不交给我，只是修改一部分的话，应该不难。可以啊，你改我也放心的。那这个我可不是免费的。好，你待会来我办公室拿论文。哎，你办公室太远了，我送到你们寝室来。出版的流程咱们得了解一下。我先仔细研究一下原教材，等郑老师把论文送过来，我再看看怎么改。那我可以帮你改错别字。今天任务比较重，晚上就随便解决一下吧。可以啊，不用，老师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还是郑老师大方呀！论文在这里，你们现在有相关问题可以问我了啊！现在还很早。听你说我整明白了，刚才你还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能不能睡会儿？这话要不你床位给我睡一下，我下午还有课呢。你睡吧，老师，我看怎么改。我还能熬，正好我陪你一起。上课前叫我起床啊。还好，出版社来信息了，说审教已经通过，让我们准备一下申请书号的材料。那没问题了，准备一下材料呗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觉得周浩改的有个大问题。张涛，你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懂，看了很久了，还是看不懂。确实，如果张涛看不懂，那估计同学们也看不懂，以后的学弟学妹们也会看不懂。会吗？我去打印就是，让同学们也看一下。同学们不好意思，晚上叫大家来呢，是想让大家看看周浩修改的部分是不是太难了。终于是折腾到自己人头上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。看不懂啊，量子态崩溃贝尔不等是什么玩意儿？那如果我向大家这么解释呢？你看啊，这个量子态崩溃呢，能听懂吗，同学们？听懂了，周浩，那就好。周浩，应该按你刚才讲的那样写的才通俗易懂。对，周浩，所以并不是这部分难度太高，而是你的文字表达不够清晰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要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看得懂。你在最后修改的，我们加快出版。好，大家都拿到新教材了吧？今天咱们来看新教材修改的部分啊。老师，这张不用讲了，讲下一张吧。为什么呢？
这部分周浩讲过了，他讲得很好，我们都学会了。哎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3个人。哦，他们说这本书他们已经学透了，后面的课不用来听了。Shift。张涛、李想，不好了，周浩他闯祸了。咋回事啊？隔壁心理学专业的同学这次期末好多都挂科了，现在他们都在找周浩。心理学专业的挂科跟周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周浩经常去旁听心理学专业的课吗？哦，莫非？啊，这就是考生范围。发下题的案例大家好好看一看，要考的啊。老师啊，案例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认为这些解析都是错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讲了这么多年的案例都是错误的？也不是错误的，老师，用不完全正确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点。怎么说？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这里好多案例都是70、80年代的。在这个广告狂轰乱炸的互联网时代，营销心理学面对当下显然是需要修正和创新的，所以这些案例放到现在，参考价值是存疑的。你叫什么？周浩啊，不用在名单里面找，我只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来旁听的。那周浩，你翻阅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籍？一本你就敢说这些话？理论知识都没有学全，就敢对这些案例评头论足啊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咋的，周浩？最近开始研究心理学了？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给我看一本，啊，我也看看。周浩，再给我换一本，这本我看完了。你也迷上了它？我看完了，周浩。你的书感觉知识面不够广，我再买几本。哎呀，这么卡，下单都下不了，是该换。老师，我承认我当时浅薄了，但是您的部分案例就是过时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来，你是在说服我呢？这现在理论缺失的部分是没错。哎，那不完全对啊。老师再参考一下这篇论文，也可以印证我的观点。哎，你的大部分观点跟这篇论文很接近啊。这论文就是我写的，当然接近啊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大纲，论文有详细论述，无懈可击啊。这肯定有不严谨的地方，我叫其他老师也来看看。无懈可击啊！同学，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，看来我们院出了一个人才。我不是心理学专业的，我是学物理的。所以我认为咱们这门学科也要与时俱进啊！而且我听说这门课每年都考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东西，这对同学们的发展有好处吗？如果各位老师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参与出卷。所以梦的内容也是心理的一种映射。两位，你们看营销心理学的卷子，咱们3个门外汉都能考满分吗？满分不敢说，但少说也有90。不如咱们给出点好玩的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出，我帮你们试做，看看难不难。周浩他出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很多人1/3都答不上来。原来周浩让我们出的是人家的期末卷子。周浩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们班100人都挂科了。周浩，你快进去！我这不为他们好吗？周浩在那教室。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但这次卷子也不是周浩一个人做的，还有他室友的。张涛，听说周浩惹上官司了。哎，你误会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首先你要弄清楚，周浩是原告，不是被告。这件事呢，得从半年前我们租车开始说起了。你好，我们来还车了，你检查一下吧。我们开得很小心，没剐蹭。这划痕你们擦的。哦，你记错了，这个划痕本来就有的，你看我拍了照片的。这明显比照片里更长了呀！你们这就不讲理了吧？补贴300啊！这不是敲诈，三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300付好了，大哥。不过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。好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几个大学生读点书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们平台这么大，还会怕你们几个学生啊？你们是不是？咱们走吧，张涛。这么回事？是的，周老师。所以我想起诉这家平台。可以啊。哎，他们这么大的平台，肯定有很大的律师团吧？我们行不行啊？张涛，我们学校的法律系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。我帮你们联系一下法学院的教授。哎呀，郑教授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小郭，最近在忙什么案子？这一年都在处理一个经济纠纷案，挺复杂的，1年了还没弄完啊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啊。而且就算胜诉，我们也只能拿0.2%的提成。0.2%是多少呢？不多，才1200，确实有点少啊。小郭，这次叫你来的是想让你帮我学生处理个案子，什么类型的呢？应该是消费者权益。这种小案子，我叫我的研究生协助你吧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问一下，从起诉到开庭需要多久？3到6个月。要这么久啊？那够了，3个月我也能学不少。小伙子心气高啊！对了，小郭，最近咱们学校很多同学找工作遇到那种五险一金都没有，薪资比说的低很多的那种企业，你也要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郭教授的学生听说很厉害，
有他们帮忙，我们说不定有希望。那明天咱们先去咨询一下他们吧。那今天咱们都先仔细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。好，那看完之后，我来模拟原告律师，你来模拟被告律师，咱模拟一下开庭可能遇到的情况吧。那我呢？我当法官了，这不行了。张涛，那先麻烦去找一个同学，再去这家平台租一辆车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一样的情况。好。学长，我们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？你们付赔款的时候有了字据说明赔偿原因跟赔偿金额吗？没有哎。但我们有付款记录啊。打款的时候有备注是赔偿款吗？没有。草率了。现在你们的证据链不够充分，看来得等一下张涛了。各位，我找同学租了同一辆车，还车的时候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要了300块赔偿。这次留证据了吗？留了，我还叫他录像了，而且这300块钱还开了发票。张涛，你考虑的太细了。张涛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那我们整理一下材料起诉吧。OK， 我帮你们写起诉状，然后提交到法院要求立案。后续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后续你们负责吃瓜就行了。负责吃瓜？周浩该不会自己给自己当律师吧？对，其实前些日子就已经打完了，我们赢了。现在这个平台应该不敢再搞小动作了吧？周浩，那平台赔了你们不少钱了啊？就600块啊？那你们不是1分都没赚到？我们本来也没想着要靠这赚笔钱呀，不是为了出口气嘛。但这件事情上热搜了，3位大学生整顿黑心租车平台，这标题取得不行，说明是3个物理系大学生更吸引人一点了。张涛，我们农学院的荣誉墙上有你们3的照片，挂墙上了，又当新闻报。你们3月去折腾农学院了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周浩前些日子那一脚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后山有农学院的种植园啊？听说过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听说有很多珍稀植物。那我们见见世面去。好，那走啊。你看这后面几座山都是学校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请勿破坏。这一片价值会有多少？该不会有上亿吧？边界了，我们得去找一下农学院的人了吧？这我们该找谁啊？看这里，这树是有主人的，林学朱立农。那走呗。这是我培育了3年才培育出来的树苗，已经把它采折了。这还是我研究生论文的实验样本啊！他要是死了，我研究生也毕不了业。虽然这苗是我采断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会努力让它活着的。你哪个班的？物理系的。请把我物理送走。学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先去急救一下，后续我们3会帮你。我要到林学的课表，我看看我明天去上哪些课。我明天去问问郑教授能不能帮咱们。那我去稳住朱立农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讲话的形态与结构。我们去找一下郑老师吧。我了解，你得帮我啊，郑老师。别急，周浩，我帮你叫一个20人的专家小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哎，那倒不用，你帮我找个厉害点的专家，我去学习一下。那你得去一座山上。踩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存活了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还有些方法可以抢救一下。您说，老师？这样子啊，你先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肯定能活下来的。咱们班有人去种田了，地上这么多泥泞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待会会拖的。这几天怎么老是不下雨啊？我们多来浇水呗。明天有冷空气啊，苗会不会冻死啊？想办法。小兄弟，真活下来了，不耽误你毕业就行了。你送佛送到西，我还有一个难题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？你说呗。这种植物叫做羊毛林，在野外几乎已经快灭绝了。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不孕率极高，天然更新能力很弱。我花了3年时间就成功育了这1株苗。你是想我帮你育苗啊？对，否则这种植物就只有灭绝这一条路了。可以啊，灭绝了确实不太可惜。谢了，小兄弟，明天请你吃饭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给你个蜡烛啊。张老，你怎么会有新苗啊？你当初剪下来的枝条，我捡回来插着就活了呗。你有用吗？阳台上还有好几盆。你怎么弄的？最近的气温、湿度、降雨量我都记录在这里了，你要参考一下。不是，我扦插过也没活呀。不知道啊，我就把2兜肉的土跟后山土混合了一下就活了。小涛，你配出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。叶总，这次你成功培育濒危物种，省林业部门点名表扬。学校为了奖励你做出的贡献，决定给予你28万元的全额奖学金。谢谢老师。但这次成功其实有3位同学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奖金我想分他们一点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你准备一张照片，要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同学是哪个班的？哦，他们是物理系。
谢子。